我室友指上次聊天的时间，很多人反应热烈啊，问比较多的还是在技能修法。众所周知啊，天炼的技能修法种类繁多啊，但还是算是有个大方向啊。这部影片只着重国际服，不讨论台服。那国际服封测时期的法师非常的强，强到伤害高物理值3倍以上。那官方也进行了下修，算是大砍啦，而且也没有星辰祝福了。那现在我觉得玩什么都和旧版差不多，没有什么职业特别强势。本来比较弱势的职业啊，仍然弱势啊，但还是有职业特色，这样相对平衡。那只是法师前期应该会比旧版还弱哦，这点要留意一下。这边我也会稍微聊一下，分析各职业优劣。本片的讨论会比较着重在100等以后吧，100等以前没意外的话，大家都在坐牢，没什么太大的差异。首先还是物理值，基本状态大概就纯职业技能这样子，但可以注意到强身格斗是比较没用的，毕竟本身不自带技能，空给一些体质这样。那虽然累积起来也是挺多，例如升级给12 HP， 练到100等就是1200啊。但效益往往不如多修，所以通常也不会练纯的，通常还是会多修幻化奇袭，主要还是幻化很好用。这版到双体分身4，搭配奇袭增伤可以到 16%， 打架也可以用气体替身或者战斗化身，怎样都舒服。这思路对所有职业都是一样的。另外有一些玩家会知道126等的灭形龙影可以减少技能施法时间 0.5 到1秒，对法师来说是很强的技能。只是就台服之前线下会网友释出的消息，可以注意到一开始只到浪漫满屋版本，6个月后开放到150与时光梦境。那多数玩家只会觉得126可以学嘛，但其实啊，灭形龙影是死前版本的技能，那这已经是1年以后的事情了，很久。刀剑战士的部分多半绑定巧手，那这种呈现也很纯啦，不用切武器练技能很方便。刀剑这职业在早期的天炼算是冷门，主手最低，攻速最快，那主要职业特色还在133的雷霆双击，可以副手以一定的比例转到主手，是一个很痛的招啊。那只是这招要半年后才会出，有点久。冷门的主因还是因为武器要准备2把吧，你只有1把武器强就会比较尴尬。再来是斧锤真的很强啊，那这游戏有好一段时间都被斧锤统治，多到跟蟑螂一样，到处都是。通常就是这样修，斧锤加盾防，这职业统治天炼很长一段时间了。虽然攻速最慢，但攻击面板是最高的，所以技能都痛，还自带高爆率、高减伤。以前就是用80等范围直接冲到人群中开炸，人家想跑还可以配冲锋，这就算了，还很容易暴击秒人。最过分的是100等之后有一堆 CD 分开连击啊，像时光梦境版本119等的盾牌猛击单体晕眩，但是要带盾，所以斧锤必修盾。而且由于能配盾的关系，法抗也比一般的物理值还要高，打法是有优势。还有浮空版本116破绽追讨，第一招单体必定暴击啊！虽然技能说明是说攻击会有延迟，但如果会切武器就没延迟了，你就知道当初换 V 100%爆是怎样咯。最过分的是死前乐园版本啊，126咆哮冲击是 MP 型的范围技，那通常物理值范围都是 SP， 那这招是 MP， 而且冷却分开。另外一招是龙卷旋风，还会吸冷，消耗还超低，才 ESP， 智障角色。那时候有一个玩法，就是不修盾或奇袭，改修枪。毕竟奇袭对物理值来说没有到刚需啊，技能释放都还算快，盾也就影响一个技能，还好，就看个人取舍。主要还是要枪的133等的回风枪舞，可以把数秒内累积的伤害炸出来，很痛。时间掐得好，真的就是一套秒人。这个就见仁见智啊，毕竟时光梦境版本是半年后的事情了。那我到现在还是觉得斧锤平衡做很差，不知道是收官方多少钱，版本之子。再来是长枪，其实长枪没什么个人特色，那这巧手的意义也不大，但也不知道换啥，只好留着。主枪的人很少，可能比玩刀剑的还少，枪术多半还是副修。主要特别的还是80等的雷霆万钧，这招扇形范围在特定角度打出来可以连击，连到3-4下都是有可能的。只是实战能不能打出来是另外一回事，真的没啥特色，都比较偏副修 buff， 像是119突击命令给队友加攻击 buff， 或是126坚韧斗志给队友加血，差不多就是这样。至于弓箭手比较经典也是纯配置啊，和斧一样，玩到后来可能会考虑多修枪，甚至有怕被战士打太痛的会修重装。但是其实也有类似的思路啊，有那种很偏门的修法袍专打法师的，只是太冷门我就没特别提咯。弓箭的巧手和轻装都是影响普通攻击的攻速，那如果拔掉再打怪就会变慢，所以修枪和重装算是 PVP 特化的玩法，大家就参考斟酌啊。反正我只是分析优劣哦，不做推荐。弓箭主要的强势点其实前期就很不错了吧，立即的迟缓狙击，立即的冰狙，或是远程的封魔，游玩手感应该很不错。
至于大家会提的133连珠贯破，那是很惨哦。台服系数本身就很低啦，国际服更低，绝对不要以为这是很强的技能哦。它大概只有早期最强版本的2到3成伤而已。同理哦，浮锤的身发也是。如果你是冲着连珠来，那可能会很失望。那值得一提的是，弓箭126箭与囚牢也是 MP 范围，也是在死前版本出来的。那我觉得弓箭有一个很棒的优点，就是它的范围 CD 是完全分离的，打副本清怪是有优势的。像是32、50、60、80等的范围全部都分开，还不错。那最后是刺客，技能修法都是纯的，不用换也不能换，换掉任何一个都会变烂。主要特色就是暗杀和灵敏特别高，算是为 PVP 打造的职业，但很弱。那像是我前面有提到的嘛，我全部都推荐修幻化。在有替身的情况，暗杀是打不到你本体的。而且前行的时候没有办法放替身，更别提部分职业有侦测前行的技能，明显有 counter 到刺客。那刺客刚出的时候，大家还没有修幻化的概念啊，那时候有强势一阵子，后来就下去了。而且它还有很多设计缺陷，例如说在浪漫满屋版本啊，刺客技能只卖到100，你没看错啊，绿光和浪漫这2个版本都没有刺客技能，要到时光梦境才有更高的，也没啥特别技能。我不知道这个设定会不会修啊，可能也没啥好修。100等前也就只有银刃风暴，还有一个超小范围的幻影雾爆。88等有一个范围暗杀，看起来很帅，但很弱。刺客的暗杀有个机制是成功伤害会很高，失败会自己晕眩。这88范围超容易失败哦，成功率取决于你的精准，有点像在玩牙术啊，成功就刷一波，失败就是下去。暗杀里面唯一好用的就是贪玩暗杀哦，无论失败与否都能强晕对方5秒。但也就前期好用啦，玩到后来高手的心灵体质都会起来啊，那对手的心灵或体质只要够高，即便是100%晕眩效果也有不低的几率失败，更别提啊，你可能还暗杀在替身身上。游戏体验可能要到东方之都版本吧，166有引斩，打到人有75%的几率进行前行，这样就可以实现双暗杀，前行之后暗杀再引斩再暗杀，但一样很坐牢，因为前行 ESP 嘛，那强一点的暗杀通常2SP 起跳。那贪玩暗杀3SP， 引斩2SP， 打一套 SP 就会全干哦。跟辅锤这种版本之子比啊，那个相对剥夺感很强烈啊。到了260还会再学到一个瞬引斩技，配合前面的引斩可以多次暗杀。但玩到这么后期的刺客应该几乎没有了，那更别提这个 SP 消耗是真的多。如果能够玩到290以上，刺客应该是能玩的，只是一般人应该也玩不起来。而挂机技能是万年的绝命连斩，1到4的人连击是打2下，学到 V 是打3下，所以 V 是必学的。然后再来是灵敏比较容易高过怪物的精准，如果灵敏高过怪物的精准一定程度，就可以全灭死。那当然技能还是会中。再来就法师啊，4法的优劣很多设定和早期不同，很多东西和远古玩家想的会有差距。首先纯系会有银咒冥想魔导法杖嘛，那多半法师都会双修啦。但双修有限制，生命不可以修死灵，混乱不可以修大地，记住这个就没问题咯。我们第一个被换掉的一定是冥想，最烂，就看你想要修啥这样。银咒影响施法速度，几乎不能动，而魔导和法杖也很有料。那这2个会加魔攻，特别是法杖给精准，如果法杖拔掉，对法术的命中是有影响的。你也可以直接双修就好了，游戏体验会比较舒服和单纯。当然也可以进一步修幻化和奇袭，只是就要想办法搞精准。前期应该是会很困难啊，注定会一直 miss， 那肯定要搞成就啊、收藏啊、饰品，又或是装扮，更别提国际服饰品不算好拿，所以我只是提供想法和优劣哦。因为国际服和台服不同啊，台服有一堆手段可以增加大量精准，才能够让你感受不到不适。生命法的部分主要还是偏辅助，生命祝福、勇猛祝福等一堆必备的辅助技，多半来自生命。也有很多战士会多练一个捕食在后面，那可能生命大地枪术这样完全工具人。那早期的生命很多人修，主要原因是技能伤害最高，80等的大十字审判在当时最强的范围。只是台服在去年版本改伤害，大十字审判伤害就变得很低哦，和混乱相比是差蛮多的。大概是大十字有 20% 几率晕眩，又能指定范围吧，使用就是简单。但混乱的磁场是自身范围，有用过的拿去打怪就知道是有风险的，有风险有限制的技能，伤害高是正常的。那总之以前的天炼早期有一个强势的修法，就是生命加混乱，因为生命威力最高，而混乱又有瞬移和增伤很强，特别是108光芒炸射那时候，算是法师版本，也是那时候才逼的一些高等战士转法跑吧。但现在这种想法可能未必那么好咯。那另外就是修大地纯辅系这样，
再来是死灵啊，死灵的特色就是召唤物啊，但玩到后来你会发现召唤物伤害不高，很鸡肋，被用来扛伤用的。而死灵80等的范围及末日反噬，打到人之后会绑人，过5秒会爆炸，爆炸伤害还不错，但就很麻烦嘛。那毕竟人家都直接出伤，就你要在那边等5秒。那死灵比较快乐还是108的邪灵吐息，又强又帅，只是也要练好一阵子吧。那它还有一个卖点是120的邪气反噬，也是要在时光梦境那个版本才能学，可以扛伤，那伤害低于一定程度都会打零，挂怪很猛哦，装备不会坏。那还有133的吸魂禁咒，开启死灵永动机的时代，可以吸血吸魔，练得很快乐。不过我记得当初的台服吸魂禁咒门槛很高，早期要学到 V 才吸得回来，技能前期转换效率很低。那这版本我不确定4有没有机会，总之也是半年以后的事情了吧。可以搭配混乱或者大地，也都有所取舍，都不错。再来是混乱的部分，混乱有法系最重要的睿智祝福不过台版睿智 V 不好打，国际服到时候会如何我就不确定咯。台服技能去年改动之后很无聊啊，就是电击术一直打嘛，可以用很久，因为系数就是长那样，无脑强，所以国际服封测长那样大家也都知道了嘛。只是开服数据大砍我有稍微看一下玩家给的数据威力和系数都大砍，法系前期的技能会砍到原本的1/3或1/4吧，系数大幅改低，那电击术的价值就会低不少。那其实这样改是好的不然学那么多技能都没用，很无聊，或者是新技能一等没用，要 V 才有用，也很无聊，这样游戏挺乏味的现在系数比重不高，新技能就有得玩了。那国际服调降，我觉得台服其实也该跟上不然台服那设定超级无聊。那当然这肯定是大工程毕竟伤害变低，怪物可能也要调整。那老玩家或是国际服封测没玩过的观众可能听不懂我这段在讲什么，那没关系，这段你听听就好。再来是旧版天恋，绝对零度1到 V 和雷电咆哮1到 V 冷却都是分开的，在连技上很强。那这版绝对零度和32等范围共 CD， 没有办法连放，变成一般范围技。雷电咆哮和电击术也共 CD， 变成一般单体技，和魔法飞弹也共 CD。早期生命混乱很强除了生命系数高以外就是这个雷电咆哮连技很猛那现在这样改我几乎是能确定法师前期会偏弱啦，大概80等学到范围好一点，技能130等才能熬出头，大概要等半年。混乱大概就这样子吧，稳定发挥的输出值，也是唯一能瞬移的法师，机动性高这样。再来是大地，那大地系前期很有特色啦，前期有个自然迷彩可以隐形，很搞笑。那68等开始能变鲨鱼，对，这版本应该是有鲨鱼功能玩的，就是变鲨鱼的形态拿弓输出，强度如何我不好说啦，毕竟只能普攻，而别人有技能，技能还有系数，那虽然系数不是很高，还是得等到时候才能确定咯。那再来是大地级复数可以反普攻吗？放在圣域城门上，鲨鱼很头痛大地前期真的偏弱，很像马戏团变来变去的。那到了119的森林融合，可以吸怪加魔攻，学艺可以加600，很猛，但要手动找怪放比较麻烦，大概要等到150土灵献祭才会好一点。是和死灵类似的吸血吸魔技能，但门槛也挺高的它是击杀会回10%的血魔，所以你的基础能力要够高才能涌动。那除了魔攻高，魔力也要够。到了175变异术，那是真的很强可以削人家大量的魔防，打怪也很好用，只是也是比较后面的版本咯。马师通常是会双修的啦，那当然单修也行甚至有些会修战士技能，像是前期会修辅嘛，辅的防御战术和斗技护甲会让法师变得很坦，但这样很麻烦，你需要找时间拿辅练技能，但是喜欢 PVP 的高手才会考虑。那半年后可以考虑修枪，突击命令可以加魔攻，而且我台服测试拿杖也能放突击命令，还算方便。那只是这样幻化奇袭就比较难放进来了嘛，可能就要舍弃奇袭或者不要修战士值，就仅供参考吧。那至于法师老手很爱讲的奇袭126可以换掉引咒，那是1年以后的版本啦，很遥远，大概就这样子咯。那这版本法师不会像封神那么强，可能会真的偏弱但战士值其实也没多爽。有换 V 兵 V 以前的威力显示100，但其实有伤害上限，大概在1700左右，兵 V 又低了一点点这样。那这版本系数统一128， 4等系数120。当然这是我看网友讲的那毕竟解包这个东西做频道其实不该讲太多，有点非官方或是违法，那一切还是以到时候游戏为准。总之系数很低，那你大概要主手6000以上才能够赢过以前的换 V 吧。但到了那时候你还会继续放换 V 吗？那时候没意外应该在120或130等以上了吧，那也许其他单体技伤害更高也说不定。
这版本可能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平衡哦。可能你想象的那个幻 V 冰冰秒人的版本也已经不存在了，但也相对幻影刺杀4的伤害会比以前来的高，系数120啊，没输128太多。至于法师啊，法师被砍的最多，应该是不会 OP 到哪里去啊。那或许游戏环境会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单纯吧，大概就是这样咯。那我主要还是讲个大方向，实际上怎么玩怎么修还是看你们自己啊。那之前封测很明显法师最强，那我肯定无脑推法师嘛。但这版本被砍那么多，大家就喜欢玩啥就玩啥，职业应该都算挺有特色啊，或者相对平衡。虽然我也能预期1年后辅锤会很 OP 啊，那没办法，它就版本之子啊。但前面应该还是可以玩得很轻松了。那这部影片其实已经讲很细了哦，因为我不是只从过去的经验和数据去看待国际服啊，很多老玩家其实都有自己的盲点，多半靠以前的回忆去玩游戏，但他们不知道国际服很多东西和台服或旧版不同，那又或是新手要注意的东西，老手感受不到。那像是你可能会不知道刺客技能只卖到100，又或是雷袍电击攻 CD， 或是生命80大法伤害有被下修过，那或是忽略了3修到底要花多久时间练技能，自己可能会先撑不住，玩不到那时候，甚至版本根本远远没到等。那希望这部影片有帮助到你们，那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告诉我，我是柚子，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